妈，怎么了？到哪儿了？应该还差2个红灯吧？快点啊！哦。不好意思啊，再等5分钟。等谁？一个重要的人。大家好，正式介绍一下啊，我的女儿江达林，我推荐她担任 DL 传播新任董事长兼总裁。何律师，可以表决了吗？可以。同意江达林担任 DL 传播董事长兼总裁的，请举手。我2票，这票是我自己的，这票是我丈夫江远鹏的。我说明一下，江总曾做过书面授权，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江总不能亲临现场，一切投票权利将由李总全权代表，是符合法律程序的。DL 江山是咱们一起打下的，如果因为远鹏个人的原因，让你们这些老朋友都遭受损失，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。怎么会呢，月如啊，你说这个话太见外了啊！我可一直都是支持你们家远鹏的。谢谢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但是事情呢，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我在想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应该举荐一个新的总裁。我已经决定，让琳琳紧急回国，接替远鹏，出任达林国际的新总裁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琳琳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？Stella 几个小时前跟我谈过，希望我支持她当公司的新的总裁。Stella 一直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，于情于理，我觉得她都应该是。蓝总。哎呦天哪，对不起，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。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儿子小辉还在滨海吗？在啊。你还记得上次滨海那个推广案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我就想起来，当时远鹏跟我说，人家出了2000万，结果经过了一道中间商，最后到公司这儿就剩下了850万。因为我娘家的弟弟在滨海，所以远鹏就让我查一下。我这一查，一看中间商的名字叫蓝，你儿子叫蓝什么？蓝若辉。对，蓝若辉。我就跟远鹏说，那是蓝总的儿子啊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肯定就不能查下去了，所以那件事儿一直摁到现在。没事，蓝总，人嘛，不就得关键时候看，关键时候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。
董事会一共7个人，现在是4票对3票。何律师，有效吗？有效。他这什么意思？把我们当什么了 ？DL 是他们老江家的，老爸走了，女儿继位世袭制啊！什么达林传播？达林，江远鹏其实从一开始就想把公司传给自己女儿。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，我们就是一帮顾命大臣，人家才是等着继承皇位的长公主。你这么激动有用吗？非要眼下的局面，就算是 Stella 当这个总裁，都不一定有把握应付自如。更何况这个江达林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一点从业经验都没有。我真的是不明白，李总怎么会这么糊涂？糊涂？我看他精着呢。他不就是怕 Stella 上位之后会威胁到他和江远鹏在公司的地位吗？老公跑了，自己又不好出面，就把女儿推上来做傀儡，还得到处防着 Stella。威廉 ，Stella， 你看需不需要我再找蓝总、邱总他们聊聊？没用的，我事前已经做过工作了。他们突然反悔，肯定是因为特殊的理由，不然你以为他们会蠢到把公司交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？是我太大意了。妈，我爸到底出什么事儿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只是跟我说，去找杜少坤了。他上哪儿找啊？杜少坤如果真的是携款潜逃，怎么可能让我爸找到啊？你爸跟他几十年的交情，应该会有一些线索吧？几十年的交情，这么害我爸，这什么朋友啊？琳琳，这件事你先别管了，有妈呢。你现在只想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当好 DL 总裁。妈，你说的好轻松啊！我当总裁还要当好总裁，我怎么当啊？你今天就当众宣布了，你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妈，你想想看，我一天小职员都没干过，现在一上来就是总裁，那可是总裁哎！你太开玩笑了吧？要当你当，我可当不了。什么呀？琳琳，你听好了，妈妈如果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会这么做吗？你爸爸当初给公司起名叫达林传播，就是想有一天你能接他的班。只不过，现在这个时间提前了而已。所以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干得了也得干，干不了也得干。妈，不要再说了，你爸爸他是已经够我操心的了。对不起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。请坐。我们是要开会吗？是。哦，那我先去趟办公室，把包放下。这几天您就在这儿办公？在这儿办公？为什么呀？根据你现在的情况，年轻，又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我们决定将你父亲的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。你看，
所以这几天只能委屈你先在这儿办公了。舒淇，我们今天开什么会啊？下午要开新闻发布会 ，Stella 说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，以防出什么纰漏。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快了，要不你先给我介绍一下情况，或者是把发言稿给我看看。发言稿 Stella 在审，修改好了就给你。Stella， 咖啡凉了，要不给你换杯新的？我不喝了。怎么样？你们讨论的如何呀？等你了。等我干嘛？这都几点了？赶快各自做准备吧。吃完午饭之后，直接出发去现场。就这样。艾米，下次开会的时候，椅子不要放在这儿，放那儿。Stella， 下午的发布会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了。哎，那个我的发言稿还没给我呢。发言稿在这儿呢。Stella 说照着念就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觉得这篇声明有点不对。哪儿不对？我们开发布会的目的，不就是要向大家解释最近关注的这些热点吗？可是你看这里，什么网络上对达玲传播有很多负面的报道，甚至是极不负责任的谣言，就通篇都没有一句认真的解释，全是虚的呀。虚的。那你想怎么具体呢？总是应该回应一下吧。比如说关于我爸爸的事情，比如说今天早晨我们公司被泼油漆的这些事情，这才是他们想听的，不是吗？你想怎么回应？这些事情都是无法解释的。你是已经知道了你爸爸消息了吗？还是已经查出泼油漆的元凶是谁？
如果记者问你，你爸爸的案情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他们问起鹏坤基金跟我们 DL 有什么关系，你怎么回答？就算是我不讲，难道他们就不问啊？他们当然可以问，你可以不回答。避重就轻，明白吗？你就按照我给你写的这个稿子念就行了，其他的一律充耳不闻。你记住，开发布会的重点不是满足公众需要听什么，而是我们需要公众听到什么。老姜总最舍不得，这要是他知道我们讲这么大排场花这么多钱，他得心疼死。这是 Stella 的意思，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要讲面子。又不是他登记。哎，敏姐，喝个茶派。谢谢。你看什么呢？时间和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，就连发言稿也是半小时前才给到他的。明摆着不把新总裁当回事儿，真替他担心。这可是他第一次亮相，要是搞砸了，他在DL就无法立足，这就叫下马威。下马威。Amy，舒总，我在这儿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怎么没看见提词器啊？提词器？没说要准备提词器。没准备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发布会不需要提词器了？舒总，那个清单上是有，但是被划掉了。我问过市场部，他们说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啊，是这么说的。各位大记者都是我们 DL 的老朋友了，最近我们公司状况非常困难，拜托大家多给我们做些正面报道啊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！张主编，哎呦，在这儿看。你好，你好，都在呢。Stella， 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。我失陪一下。先喝着，先喝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工作有点疏忽，提词器忘了准备了。我知道啊，是我让取消的。我一直觉得使用提词器官僚气太重，不符合公关风格。以后咱们DL的活动，提词器一律取消。江总，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一会儿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今天我忘了准备提词器。可他们说有提词器的呀，那万一我说错词儿了怎么办？能背多少是多少，实在不行就照着稿子念。照着稿子念，那些媒体会不会觉得我特别没有诚意呀？不会，时间紧迫，他们会理解的。对不起。接着背。好的，就这么决定，怎么办 Stella， 时间到了。？OK， 走。艾米姐，为什么他明明穿的是正装，可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？因为他年轻啊，他怎么穿都不像个老总。大家好，我是江达林，感谢达林传播董事会对我的信任。从今天起，我接任公司总裁。
你居然要当总裁？站在这里，我的心情非常复杂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网络上有很多对达菱传播负面的报道，甚至是极不负责任的谣言。老大，谣言止于我已经把田路送走了。我们的态度是诚实面对质疑，绝不回避问题。但是，对那些别有用心的造谣者，我们在表示非常愤怒的同时，做好了用法律来捍卫自身权利的准备。不过你对他也真够大方的，一出手就是50万。那50万是他应得的。协议签字了吗？目前，达菱传播运营正常，你自己看业绩稳定。我知道，但很好。我肩膀上的担子很重。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，我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。3年以内，他不会回国，也不会发布关于耿月的任何消息。这就是付给他50万的代价。但更有信心，在各位合伙人的支持与配合下，带领公司走出困境。你就不适合打官腔。感谢长久以来媒体朋友的支持，愿达菱传播明天更加美好。谢谢。厉害，一字不错，背公1里。虽然是个菜鸟，但也算孺子可教啊。看什么呢？一个小傻瓜的就职演讲。江总，请问令尊江远鹏去哪里了？对不起，这个问题和今天的发布会无关。怎么会无关呢？要不是因为令尊突然离开，你怎么会突然接任 DL 的总裁？你知道江远鹏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想说呢？我真不知道。那你作为江远鹏的女儿，对鹏坤基金出现的问题有什么看法？无可奉告。请问江总，鹏坤基金出现的问题对 DL 的影响有多大？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？你们有没有想过用 DL 的利润来弥补鹏坤基金的亏空？今天是你上任的第1天 ，DL 传播公司就被人用油漆给泼了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我刚刚回国，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您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任 DL 传播总裁的吗？您指的是对鹏坤基金一无所知呢，还是对 DL 传播的情况一无所知，还是说您对公关这个专业领域一无所知呢？请您回答一下。被人用油漆泼了门，却不选择报警，这是出于什么道理啊？是不是因为你们知道泼油漆的人就是鹏坤基金的受害人，所以你们不敢报警？那些因为鹏坤基金而受到严重损失的投资人，你有想过如何去补偿他们吗？请问有什么具体的补偿计划吗？听说现在有好几家公司都暂停了与你们的合作，请问你们对此有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？因为鹏坤基金而受到损害的人，你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有多艰苦吗？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据我所知，您今年只有27岁吧？这个年纪当总裁是不是还年轻了点呢？那么请问你是否有信心带领 DL 传播继续向前呢？江总，你总该说几句吧？说几句吧，你总得回答，不能逃避问题。江总，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这位记者朋友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说一个女孩子的年龄，是不是有点没礼貌啊？你刚问27岁的我有没有信心带领 DL 继续向前？我想问你，康熙8岁登基，甘罗12岁拜相，霍去病17岁大败匈奴，圣女贞德带领士兵解除奥尔良之围的时候，也只有17岁。扎克伯格创办 Facebook 的时候只有20岁。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呀？问问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哪里来的信心？或者说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都40多岁了还这么没有信心呢？你说谁40几岁了？我刚刚才35。我看着像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说？还有这边，假如你在南京路有一个肉包子店，
现在菜包子店出了问题，而肉包子店经营良好，那你该怎么做呢？你是不是应该竭尽全力的保住肉包子店不被菜包子店所牵连呢？还有你，现代公司全都是有限责任，大股东怎么有权拿肉包子的钱填补菜包子的亏空呢？你笑什么？我喜欢吃肉包子。各位记者，你们问问题能不能专业一点，有点起码的常识？公司被泼了油漆，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报警？我想问你们，如果你们被狗咬了，是不是要反咬狗一口呢？又怎么了？狗敢咬我，我就咬狗。鹏坤基金的问题悬而未决，大量的投资商面临血本无归的情况，这一切都跟令尊江远鹏先生脱不了关系。请你不要胡乱攀扯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是我胡乱攀扯，顾左右而言他吗？好，我正面回答所有的问题。第一，鹏坤基金是我父亲江远鹏和杜少坤联合发起的，但 DL 和鹏坤基金没有任何资金上的往来，二者之间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为鹏坤基金的问题负责任。第二，我的父亲江远鹏只是暂时有事，不能亲自出面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出了问题。第三，对类似泼油漆这样的恶劣行为，我们公司保留用法律追究的权利。发布会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主任这样就走了呢？不是，我们还什么情况？各位请安静一下。各位嘉宾，各位亲爱的媒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 DL 新任总裁的新闻发布会。江达林经验不足，如果他在言辞或者情绪上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我替他给各位道个歉。